1748年，一位畫師和一位測繪師從北京出發，經過長途跋涉，終於到達拉薩。他們奉乾隆皇帝的命令，對布達拉宮進行測繪畫圖，好讓遠在雪域高原之外的人們也能見識到布達拉的壯觀。當他們來到紅山腳下時，紅宮已經矗立了55年。雖然當時的布達拉宮樣子已經基本定型，但是和我們今天看到的還是不太一樣。那時候，紅宮頂部只有2座金頂在陽光下靜靜閃耀，還沒有今天那麼耀眼。但它的莊嚴和神聖已經足夠讓人讚嘆。這兒就是金頂群了，它們可不是一般的屋頂哦。真的是體會了一回什麼叫金光閃閃。紅宮建完之後，布達拉宮從外面看啊，基本就沒怎麼變過，不過裡面還是一直在改建和擴建。要說最明顯的變化，就是紅宮頂上的這個金頂群了。這種建築裝飾和建築風格是藏民族所獨有的吧？對，但在西藏呢，金頂可不是隨便能蓋的，一般只有王宮、寺院的屋頂，還有佛塔的頂部才能蓋金頂。它代表着建築主人的身份、地位和政教權勢。就像是內地金色琉璃瓦只有皇帝和皇帝尊崇的壇廟可以使用一樣，有一個等級制度，對吧？拉薩地區溫差大，雨量少，所以厚牆平頂是西藏傳統建築風格。布達拉宮也是這樣，在平屋頂上再加個金屬坡屋頂，就是金頂。就像是給宮殿戴上了一頂閃亮的帽子，不僅增加了整體建築的藝術感和民族特色，也顯得殿堂更加的莊嚴神聖。在很長一段時間裡，紅宮只有2座金頂。它們分別是聖觀音殿和五世達賴喇嘛靈塔殿的金頂。隨着後來的達賴喇嘛圓寂，每建一座新的靈塔殿，就會增加1座金頂。經過歲月的積累，現在紅宮已經有7座金頂了。它們高高聳立在布達拉宮的頂端，金光閃閃。在藍天白雲的襯托下，顯得格外神奇美麗。策王老師，這些金頂的建築形式和內地古建的屋頂非常相似，我記得這是有嚴格的等級劃分的吧？是的，封建社會等級制度森嚴，古代建築的屋頂造型中，等級最高的是無殿頂，然後還有歇山頂、攒尖頂、旋山頂這些。故宮太
和殿的屋頂就是最高等級的五殿顶。对，布达拉宫的金顶啊是之后的2种，其中5座达赖喇嘛灵塔殿的金顶都是斜山顶。上师殿和圣观音殿的金顶是6角攒尖顶。和内地的建筑不同，他们没有螭纹和棘兽，而是用宝瓶等特色装饰代替。在西藏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中原建筑風格的元素早已巧妙地融入，隨處可見。作為中國古代漢族建築特有的結構，斗拱在這裡也得到了完美的體現，成為漢藏建築藝術交流輝煌成就的生動見證。布達拉宮的金頂全部採用了斗拱結構。這一古老而精妙的設計，不僅為這些中原式大屋頂提供了堅實的支撐，還讓整個挑出的屋檐顯得更加氣派。看着這些斗拱特親切，這是中原地區的建築風格呀，就是力學和美學完美的結合。是的。我們面前的這個是50達賴喇嘛靈塔殿的金頂，這些斗拱基本仿照清代的斗拱形式，但構造做法已經本土化了。我發現，就這個金頂的斗拱最特別，是吧？它有些像象牙一樣的構建。你觀察的還是挺仔細的啊。你說的這個斜木構建叫做昂。昂呢，通過中間的支點，一頭托住外條的屋檐，一頭托住屋頂，兩頭的力相互抵消，起到槓桿平衡的作用。根據外觀，眼前的這一種叫做象鼻形昂。但這個金頂的昂是不是有點多啊？其實啊，它們裡面大多數只是把那個拱頭做得像昂，功能還是跟拱差不多，所以叫做假昂。這樣設計是為了讓建築看起來更華麗。你看，這座金頂的象鼻形昂有3層，排得整整齊齊的。還比內地常見的昂要長，是不是感覺就像大象列陣一般，氣勢威武？看着像是具有分散風力的作用。是的，確實沒聽說歷史上出現過狂風刮倒金頂的事。布達拉宮的金頂展現了匠人們的高超技藝。上面的裝飾更是以獨特的魅力吸引着人們的目光。飛檐是中原地區傳統建築的標誌性元素，它的特色在於屋檐轉角處向上翹起，仿佛被一股無形的力量托起，給建築增添了一種威嚴而壯觀的氣勢。靈塔殿金頂上的飛檐與眾不同，它們以象鼻龍為造型，為建築增添了獨特而深厚的文化內涵。有人認為，象鼻龍象徵着中華文明的精髓。龍與藏傳佛教的聖物“象”的完美融合。
也有人提到，象鼻龍的紋樣早在西周時期的青銅器上就已經出現了。這個古老的元素在這裡重現，仿佛穿越時空與我們對話。無論哪種解釋，它的存在都讓我們深深地感受到中華民族多元文化的和諧共生與相互融合。除了象鼻龙，布達拉宮的金頂還裝飾着為了防火辟邪而設計的貢蜜鳥。它們的存在不僅為布達拉宮增添了一抹神秘的色彩，更在無形中守護着這座古老的宮殿，守護着人們的信仰和希望。四王老師，你看屋頂上的那個手握鐵鏈，固定住宝瓶的是贡蜜鳥吧？我们之前好像在持明殿的佛座上見過它的木雕。對，那是貢蜜鳥，藏語叫掐香香，是佛教藝術中一種長體的神鳥，一般都是上半身人形，下半身是獸形，長着雙翅，力氣很大。這個寶瓶的頂部都有火焰式鐵叉，這是古代西藏的避雷裝置嗎？是的，畢竟宮殿建在山頂，避雷和防火都很重要。看着這一片金光閃閃的金頂群，我很想問一下，它們都是純金的嗎？金瓦屋頂俗稱金頂，雖然叫金瓦，但它其實是銅鑄造的，只是外面用鎏金工藝鍍上了一層黃金。鎏金是古代的一種鍍金方法，就是把黄金融到水银裡，變成漿糊狀的金鈷合金，塗在銅瓦上，在高溫加熱讓水銀揮發掉，黃金就固結在了銅瓦上，形成一層明亮的金色鍍層。陽光下就像佛光普照一樣。這麼大面積，還是得消耗不少的黃金吧？是的，2018年的時候，國家啟動了金頂專項文物保護修繕工程，耗費了75公斤的黃金。黃金確實能讓建築看起來金碧輝煌、富麗堂皇，難怪藏族地區根本就不用黃色琉璃瓦。金頂的存在讓布達拉宮在眾多民居建築中顯得格外突出，成為關注的焦點。隨着金頂的陸續建成，就像是為這座壯麗的宮殿畫上了最後的點睛之筆，標誌着布達拉宮的建造歷程暫時告一段落。然而，布達拉宮的故事仍在時間的洪流中繼續書寫，遠未結束。冬天的拉薩日照充足，在這裡曬太陽太舒服。每年冬天啊，達賴喇嘛們都會在布達拉宮中度過，所以布達拉宮也被稱為冬宮。冬宮，那就是還有一座夏宮了。對，就是羅布林卡。哦，其實離布達拉宮不遠，只有2公里。在功能上，羅布林卡和布達拉宮的關係就像頤和園和紫禁城一樣。在藏語中，羅布是寶貝的意思，林卡是園林的意思。羅布林卡就是寶貝園林。如果說布
布達拉宮承載了文化和藝術的莊嚴，那麼在拉薩市西郊的羅布林卡就承載了生活和自然的美好。羅布林卡一帶原本是拉薩河的舊河道，這裡河道彎曲，水流平緩，是一片茂密的柳樹叢林，人們叫它拉瓦采。傳說七世達賴喇嘛格桑嘉措經常生病，而這裡有一眼清泉，他常來這裡沐浴治病，據說效果很好。於是當時的清朝駐藏大臣就向朝廷請示，在這裡修建了一座行宮烏繞坡章，作為七世達賴喇嘛避暑和治病的地方。這就是羅布林卡最早的由來。七世達賴喇嘛很喜歡這裡，隨後他在東側又建了一座宮殿，用自己的名字命名為格桑坡章。他還向雍正皇帝請示，允許他每年夏季在這裡處理政教事務。於是羅布林卡從療養地變成了歷代達賴喇嘛的夏宮。羅布林卡的建造和布達拉宮一樣，經歷了漫長的歲月。它在藏族群眾的心中和布達拉宮一樣崇高。經過歷代達賴喇嘛的精心經營，羅布林卡已經形成為佔地36萬平方米的典型藏式園林。園內到處是蒼松翠柏和奇花異草，還有多座漢藏風格結合的宮殿建築。過去，羅布林卡是達官貴人出入的地方，現在已經成為人民公園。2001年12月，它與布達拉宮、大昭寺一起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了世界文化遺產名錄。布達拉宮和羅布林卡的命運相似，1959年，他們共同迎來了歷史的新篇章。西藏民主改革後，布達拉宮不再作為西藏政教合一的統治中心，而是成為保存大量文物和藝術珍品的博物館，向人們展示着千年的歷史。曾王老師，我聽說以前信眾們進殿朝拜時都會拿着燃燒的酥油燈，但是古建築防火可是個大問題。布達拉宮是怎麼在尊重傳統信仰的同時，又能做好防火安全的呢？這背後確實有巨大的安全隱患。所以2006年，布達拉宮管理處想了個辦法，把原來的千宮燈房從紅宮遷移至雪城，這樣會員就遠離宮殿核心區域了，安全多了。那過去的布達拉宮是怎麼防火的呢？布達拉宮的消防工作一直都是非常嚴格。1899年，13世達賴喇嘛就頒布了一個通告，要求各殿的香燈師從早到晚都得守着。
要晝夜監視，時刻警惕。120多年後，1名僧人、2名消防员和3名布達拉宮管理處工作人員接替了香灯師的工作，擔起了看護守衛的重任。每天宮門關閉上鎖，這6個人會分成2組留在裡面，分別守在西大殿和金頂。从防火和灭火的角度来看，夜间的西大殿是一个快速反应点，能实现内外接应和快速反应。现在夜间的布达拉宫殿里是不让点长明灯的，或者任何其他形式的明火。在漆黑的大殿里守夜，这种体验是什麼樣的？我們可以借助數字技術來沉浸式的體驗這個場景。好啊，要知道歷史上能夠在午夜時分待在布達拉宮的人可不多哦。上世紀60年代，布達拉宮被列入第1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得到更加科學和精細的保護。同時，遊客也從四面八方湧來。為了避免遊客過多帶來的損害，布達拉宮管理處規定每天限流5000人。對遊客參觀路線做了精細規劃。這是一條單向通行的路線，遊客只能沿着固定路線前行。雖然可能無法一次看個夠，但這是綜合考慮建築承重、消防安全和可參觀的宮殿文物數量和質量做出的選擇，目的是在古建築保護和開放中找到平衡。佛塔、塑像、唐卡、經書等等。布達拉宮收藏和保存的歷史文物超過10萬件。為了更好地保護它們，有些文物已經被存放在專門的庫房裡。紅山腳下布達拉宮古籍文獻貝葉經保護研究中心曾經是布達拉宮的印經院，也是青藏高原上規模最大的印經中心之一。如今，這裡已完成了近3萬頁貝葉經文物信息的錄入和病害調查。這些貝葉經大多來自公元7世紀。由於傳世極少，加上不可替代的文獻價值，貝葉經被稱為佛教熊貓。布達拉宮的收藏是世界上最多的。
貝葉來自貝多羅樹，它的葉片寬大，經過水煮、晾乾、磨光等處理後，再裁剪成規整的長方形。人們將佛教經典、文學歷史等書寫在上面，就成了貝葉經。公元7世紀，贝葉經隨佛教從印度傳入吐蕃。由於宗教之爭、戰亂和氣候等原因，早期的貝葉經在印度基本絕跡。而在西藏，由於氣候寒冷乾燥，加上佛教徒的虔誠，貝葉經保存得比較完好，而且數量最多。貝葉經的內容包括佛教經典、梵文文獻、文學詩歌、天文曆算等，是世界古文獻中最珍貴的原始資料之一，具有極高的研究價值。咱們一起看看布宫的珍稀藏品吧。這幾頁貝葉經是用梵文書寫的八千颂般若波羅蜜多經，是早期大乘佛教經典之一。这和普通的藏文佛經似乎看不出太多不同，是吧？除了內容，它們最大的區別只有材質。藏文經書的樣子就是跟着貝葉經來的，都是長長的條狀，和漢傳佛教的經書不一樣。而且隨着時代的變化，這種特殊的形制一直沒變，所以從外觀上你會覺得很難分辨。不穩定的溫濕度變化和過強的光線照射，都會對文物造成不可逆轉的損害。書畫古籍尤其脆弱。在博物館的日常工作中，它們的保存與保護非常重要。同樣，作為布達拉宮最珍貴的繪畫藝術品之一，唐卡也面臨許多挑戰。我覺得很多人應該都聽說過唐卡，但真正了解它的人並不多。唐卡到底是什麼？它背後又有什麼樣的寓意呢？唐卡是藏語，簡單地說就是西藏的卷軸畫。它畫的是歷史、政治、文化、宗教、醫藥這些內容，就像是藏族的百科全書。這種畫展開可以掛起來，捲起來又好收藏攜帶，特別適合經常要移動的農牧民朝拜使用，所以藏族群眾特別喜愛。唐卡繪畫隨着佛教傳入而發展起來，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代。據說，在五世達賴喇嘛靈塔的佛龕裡，有一幅文成公主親手織的釋迦牟尼畫像唐卡，但這幅唐卡很難見到。布達拉宮珍藏着一幅宋代的不動明王緂絲唐卡。不動明王也叫不動尊菩薩，在佛教密宗明王中排在第1位，寓意是遇到任何困難都能掃除障礙，毫不動搖。唐卡的上部是五方佛和梵文宋詞，下部
有觀音菩薩和金剛護法。唐卡下方的藏文题款寫着：“這是江尊追扎送給他的上師坤扎巴坚赞的。”坤察巴坚赞是萨迦五祖中的第3祖，所以专家認為這幅唐卡是公元13世紀在內地定制的。因為緂絲是內地特有的絲織品，從宋元開始，緂絲就一直是皇家專用的物品。它的工藝特別複雜，是的，藝術效果精美絕倫，被稱為中國傳統絲綢藝術品中的精華。是的。我也聽說過1寸緂絲1寸金的說法，所以這幅宋朝的緂絲唐卡，那真的是無價之寶啊。是的，唐宋時期的唐卡留到現在的很少，緂絲的唐卡更是少得可憐。布达拉宮保存的唐卡大多是在清代布达拉宮重建後集中唐卡畫師創作保留下的優秀作品。除了直接織造或刺繡外，唐卡大多是用顏料畫在布帛和絲絹上，主要採用工筆重彩和白描2種技法。既有本土文化的傳承，也有外來文化的影響。經過歷代畫師的融合，逐漸形成西藏特有的繪畫風格和流派。這幅棉布彩繪唐卡繪制於公元14到15世紀。畫面中央是彌勒菩薩與文殊菩薩面對面討論佛法。它屬於尼泊爾畫派風格。這幅唐卡是17世紀西藏冕唐畫派的代表作。畫幅中央是大書聖黑如嘎，有21面42臂。通過透视的變化，表現了主尊和寶座的立體感。這幅繪制於18世紀的黑地彩繪寶障護主唐卡，是西藏青澤畫派的代表作。宝障護主是藏傳佛教薩迦派的重要護法神。唐卡全幅畫在黑色背景上，這種形式叫黑唐。這幅釋迦牟尼佛像唐卡用金枝鋪滿畫面，稱為金唐。唐卡繪制的顏料都是礦物和植物原料，有些還會用黃金、珊瑚、綠松石等珍貴寶石研磨成的顏料，需要幾個月才能完成。唐卡內容豐富，有佛陀、菩薩、歷史人物的畫像，還有反映歷史、民間傳說、天文歷算、醫學等方面的畫作。醫學，您指的是藏醫學吧？是的，公元8世紀呢，藏醫學有了很大的發展，出現了很多有名的藏醫學家。
其中呢，有多你們雲點滾不？根據前人的成果寫了4部醫典，也叫4序，奠定了藏醫藥學的理論基礎。這應該和文成公主、金城公主進藏有關係。當然，他們帶來了很多中醫藥書籍，後來編譯為《越王藥針》。到了清代啊，迪西桑葉家就對4部醫典進行了全面的修訂、補充和注釋。花了3年的時間完成了《藍琉璃》之後，他召集了全西藏的名醫和最好的畫師，根據這些書籍的內容啊，畫了79幅醫學唐卡，叫做 Manda。20世紀初啊，增繪了一幅醫學傳承圖，現在 Manda 有80幅。哦，這些唐卡應該不是用於宗教用途的吧？這些是專門給當時創辦的藥王山利眾藏醫院教學用的。這一系列掛圖就像彩色連環畫一樣，系統地講述了藏醫藥學的基本理論，有人的身體結構、生理功能，怎麼看病治病啊，各種藥物，還有怎麼養生保健、飲食搭配這些內容。今天，布達拉宮內的這些藝術瑰寶，在得到精心保護的同時，也開始慢慢向世人揭開神秘的面紗。部分藏品被挑選出來，向遊客展示。他們不再藏在殿堂深處，而是走向了廣闊的人間，讓更多人有機會欣賞到他們的非凡魅力和深厚的文化底蘊。經過300多年的風雨洗禮，布達拉宮承載了無數的故事與傳說，吸引着全世界的關注。自建成那天起，這座宮堡的修整工作就一直沒有停止。然而，布達拉宮的輝煌並非一蹴而就，它背後的隱患也在逐年積累。1984年，布達拉宮的第一次整體大修被提上了日程。布達拉宮第一次大修是1989年秋天開始的，這些是那時候留下的照片資料。當時地龍裡的柱子被垃圾腐蝕得很嚴重了。過去布達拉宮有個不可思議的做法，他們認為宮內的物品全部都是聖物，不能隨便處理，就把大量垃圾倒進地龍裡。結果腐爛的垃圾把地龍裡的柱子都給腐蝕了，必須得徹底的清理。後來經過僧人檢查同意後，工程人員用載重40噸的卡車清運了496車的垃圾，是攢了300多年的垃圾。是的，太震撼了。當時由於經費和技術的限制，焦點主要在百宮紅宮的主體建築上，地基下沉，牆體開裂，木結構重鑄現象都比較嚴重。第一期維修確定了111個項目。
挑重點的保護。對，當時古建維修，中央財政最多也就撥付幾百萬元，而布達拉宮的維修到竣工時，實際花費了5500萬元，這重視程度已經是史無前例了。布達拉宮內有許多不能移動的珍貴文物，為了避免大拆大卸，當時採用了中國古建築維修的2種傳統方法：打件撥正和偷梁換柱。打件就是把下沉的構件抬平，拨正就是把左右傾斜的構件歸正。偷梁換柱則是用巧妙的方法更換損壞的梁或柱子。1994年8月，布達拉宮第1次大修順利完成。8年後，第2次大修於2002年6月正式啟動，重點是加固地籠和保護性維修壁畫，目標是50年內不再進行大修。除了依靠傳統手工藝人的精湛技藝，用科技手段為布達拉宮強筋壯骨的步伐也越來越大。現在，布達拉宮建築本體上安裝了720個傳感器，最大限度地消除了宮殿裡的安全隱患。正是得益於這幾次大修，遊客們才能安全順暢地參觀布達拉宮。當然啦，通過精準記錄，能按1:1的比例造出個數字化的布達拉宮，這可是文物的最好的保護方式了。從2012年開始，壁畫的數字化採集工作布達拉宮的保護和研究就慢慢進入數字時代了。對於研究者而言，數字布達拉宮提供了極大的科研便利；對於遊客而言，它還原了布達拉宮的歷史風貌，可以為遊客提供優化的遊覽體驗，增強互動。是的，真的要感謝現代科技的進步，讓我們有機會這麼直觀地感受歷史和文化。也要謝謝你們這麼用心，真是功德一件啊！布達拉宮雖然壯麗非凡，但因為坐落在遙遠的雪域高原，很多人很難親眼見到。可即便如此，它依然讓無數人心馳神往。乾隆皇帝就對這座輝煌的建築情有獨鍾。河北承德的普陀宗成之廟，是乾隆皇帝為慶祝自己60歲生日和皇太后80歲生日，下令仿照布達拉宮建造的，被稱為小布達拉宮。或許乾隆這個想法早在19年前就有了。那時他派人去拉薩測繪布達拉宮的圖紙，肯定為後來的建造提供了重要參考。雲南最大的藏傳佛教寺院噶丹松贊林寺，由五世達賴喇嘛奏請康熙皇帝批准後修建，也有小布達拉宮之稱。今天，为了讓更多人能了解布達拉宮，它從高原走向雲端，在專家的指導下，
一座融合多維度時空的數字模型已經完成。這是一次科技與藝術的結合，更是歷史文化和宗教知識的深度展示。它打破了地理的限制，讓每個人都能輕鬆地走進這片神聖的空間。天地之間，雪域之上，它讓我們聽見遙遠的風聲、鼓聲與歌聲，讓我們觸摸文明之樹結出的金色果實，讓我們在短暫的人生中感知殊勝與永恆。它是祖先從歷史深處發出，並經由我們傳遞給未來的一聲溫柔呼喚。永遠的布達拉宮。之下如影，素有鮮花隨行，心靈步履不停，匯聚悲喜的一生。藍天白雲作定，日月星辰燃燈，生命自在流經，存放時間的坦誠。燭火點亮着星空，深情的紅扎根於山的空，撥動心弦的呼喚，穿越時空，血雨的上空，才七彩生之為人的一生，悲喜由衷，永恆的夢閃爍金鼎中，一代一代的信仰隨經筒轉動，虔誠的心走在血雨中，深情向往的布達拉宮，心願同行。